刚才我航拍啊，有一个意外的发现，我发现在这一座山后面的那座山呢，就有一个在很陡峭的山坡上的一个小村落。相比那种很现代化的体育场里面举办的那些竞技活动，我更喜欢这种大山里面，然后乡间村寨里面的这种比较原生态的竞技场啊。在前面几集影片中，我和大家分享了在贵州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的大山深处隆重上演的一场非常养眼的璀璨的苗年盛会。在这场盛会过后，我不经意发现了一个很吸引我的小村寨，它被连绵的群山包围着，壮丽的梯田簇拥着。所以在本集影片呢，我想和大家去探索一下这一个贵州黔东南大山深处的苗族村寨是什么样的呢？今天是在雷山县的第3天，昨天开幕式完成了，那么今天街道上就清冷了许多。昨天这里热热闹闹熙熙攘攘，今天继续来昨天吃的这家粉店吃个早餐。贵州特色长旺面加了一份肉末，这个长旺面哈，长旺这个长旺面9元加肉末5元，合计14元。脆臊花生，哇，真的好吃。这就是肥肠，这个血旺，所以叫长旺面。雷山县恢复了往日的平静，秋风一吹啊，纷纷落叶，平静的生活。好好看一看这个县城，这里要有斗牛，非常激烈的。我的天啊，这头牛好巨大！天！哎，帅哥，这头牛有多重呀？1500啊，你能看到的呢，就是体现了苗族最大的2个民族文化元素。我身后的苗族最高规格的迎宾方式高山流水，然后芦笙。跟大家看一下芦笙的一个结构，你看它是双排的竹管，然后在这个地方呢有一个像是木头做的一个部分啊，然后再往上有2个比较宽一点的这个竹筒。刚才我航拍啊，有一个意外的发现，我发现在这一座山后面的那座山呢，就有一个在很陡峭的山坡上的一个小村落，所以我现在打了个车过去。好。打个什么？蛮远了是吧？我看它导航显示2.4公里，但是我看那个山路比较要哈。我们从。20元打车上来了。就有一天晚上，我不是查看丹江镇的资料嘛？丹江镇是雷山县的一个政府驻地镇，然后呢，我就看到丹江镇呢，它有几个村子就被列为第2批中国传统村落。那么其中有一个村子就叫猫猫河村。那么
今天呢，我不是航拍吗？我就飞啊，胡乱的飞，越往这个山谷里飞，就发现一个村子散落在还挺陡峭的这个梯田的山坡上的。然后我一查，哦，原来它就是猫猫河村啊。然后就想过来看一下。过来呢，主要是因为它这个地理位置啊，就感觉有种遗世独立的感觉，就是孤溜溜的散落在一个比较陡峭的梯田之上啊，山腰的地方。这里就真的没有游客了。丹江镇猫猫河村村规民约，这个地方升了一面国旗，这个地方应该是村委会的一个办公地点啊。村委会委员会，中国共产党丹江镇。看一下丹猫猫河村的介绍。坐落在雷山县县城西北部，距县城 2.5 公里，森林覆盖率 80%， 辖8个村民小组，131户，611人，以蔬菜、刺绣、文旅等为主导产业。我最喜欢逛就是那种比较少游客涉足的乡村了。你看这个屋子还是挺牢靠的哈，他就用一根铁钉打个钉子进去，就挂一垒一垒的玉米。我到处都能看到这个逃生的一些地图指示，刚才在前面也能看到。看来这边是有这种防范山体滑坡的一个意识的，也意味着这个地方有这种山体滑坡的一个泥石流的风险。你看这就有安全逃生方向，它地基是用这种石头垒出来的。这真的是名副其实的山村啊，就在山坡上建的山村，所以上坡下坎特别多，这里就好宁静啊。这个路还修得不错。传生育文化，树婚育新风。你看老房子啊，看了古色古香的，但是下面是成了一个猪圈了。2楼住人，楼下是仓库跟猪圈。这个菜地。墙上有那个消防栓，因为木头房子还占一定的比例，所以这边消防防范火灾也是很重要的。这个路虽然修得好，但是一直下坡，我怕路滑。这走了5分钟了，路上一个人都没遇到。雷山县是国家认定的贫困县之一啊，可能现在已经脱贫了，但是过去的话，这些地方属于是中国最贫困的地区乡村之一，奖励辅助进农家。像现在雷山县通往外界的公路呢，修的也相当不错，所以村民啊外出打工啊，或者做一点小买卖、小生意啊，开餐厅啊。是慢慢的话，就生活也越来越好了。你看，建这个3层的楼房这个过年从广东或者其他地方打工回来啊，就又有钱把这个外墙面又装修一下，贴个瓷砖什么的。这水田刚插秧，应该有个把月了吧。还别说这路虽然修的挺平整，但是走起来要很小心了。哎呀，感觉像是留守儿童啊，跟着奶奶长大的。怎么突然狗叫不断呢？你能想象吗？就是昨天那个苗年盛会啊，就是如此的热闹，而且但是距离它几公里外的，大概2-3公里外的地方是这种还比较原生态的乡村你看这小朋友远远的看着奶奶在
田埂边劳动啊。Hello， 嗨，你好，在等奶奶是吗？来，鸡蛋，小可爱，他衣服上写着，小心哦，鸡蛋，奶奶马上上来了，奶奶来了。哎，你好，小朋友一直在叫你啊。小朋友是得到我了，我怕他摔倒啊。对啊，你看这里。这里好陡的，你要小心点。谢谢叔叔，谢谢叔叔，不谢，谢谢叔叔。给你个鸡蛋，哇，要谢谢你啊。不客气。谢谢叔叔你。奶奶不在的时候，他都不敢拿，奶奶在了，他才敢接过这鸡蛋。谢谢叔叔啊。不客气，不客气。唱歌来叔叔听。爸爸妈妈去上班，我在外面也不哭也不哪里了。就是他家里是在县城。县城。哦，那小孩就。我带他来家里。哦。奶奶你好。哦，您平时在村里面主要做什么？种田？我种田，种菜。这个菜是我的菜。啊，然后还养猪养鸭。养猪养鸭养兔子。啊。养鱼。养兔子。养兔子。哦，养兔子是用来杀吃啊，拿来卖啊，是有人来是抓来杀吃啊。哦，这边奶奶应该是去看一下她的菜地呀，撑着一根竹杖，看走那么陡的一个田埂哈，基本上是弯腰成直角了。哇，这里我很喜欢这里那种宁静感啊，那种跟外界有一点距离，比较安静的过这种生活哈，不受外界打扰。这里叫这个农业专业合作社，一个小鸟哈，嘿嘿，这什么鸟？像这些村民啊，我相信挺多在这个雷山县城是有楼房的，有买房的，但是可能一些老人还是喜欢回村里生活，不愿意跟子女在一起生活，这样子各过各的。哇，你看那边漫天的白色的飞鸟哦，就在那个河谷上空，不知道能看到吗？就在那里一直盘旋哎，我的天，这么多！如果从航拍看的话，这是一片梯田啊。这个梯田的话，就不是那种作为某个旅游区的梯田那种经过精心的去培育、精心的去这个维护的这种梯田，就是很原始的，然后就体现非常真实的这个山村梯田的一面。因为我刚从龙脊梯田回来嘛，龙脊梯田城石是非常漂亮，我去的时候是收稻子的时候，所以的话满山坡那个金黄色的一个线条啊，又非常美。但是那里的话，毕竟它是收票的景区啊，所以呢是多方力量合力去书写的那一片梯田。像这片梯田呢，就是靠着这个比较村民靠自己这个手工去打理的。这些在以前是肯定没有的，在村子里面有路灯，这个路灯还体现苗族的一个民族文化，这个是芦笙的一个形状哈。今天我们也看了芦笙，就有2排竹子，每排呢有3根，这路灯也是财政补贴的，太阳能发电上面。
无人机飞起来会打破这里的这种宁静。现在还种红薯的人不多了，卖不了几个钱哈。不卖这一次啊，很好吃的啊。这个拿了，冬天的时候烤。冬天烤啊。走一走。我家到这里了。啊，这是你家？哦，是我家啦。好，谢谢。哦。去我家吃饭。啊，好好好，谢。好的。现在我们在拿吃饭啦。啊，行，谢谢。哇，我来到这里，突然发现好大的声音啊，感觉像是那个风雨欲来的感觉。原来是风吹这个松树发出好响的声音哦。看这有个小亭子哈，还挺，这个小巷子还有点好看，有挺甜的景色可以。有五福临门，富贵平安。这房子像是不是说明只是留在山里面啊？人都搬到县城里面的楼房了。偶尔回来，我的天，走在这些，不知道大家听到那个声音吗？突然来一阵那种巨大的响声，我不知道是什么。是风吹树叶的声音吗？一阵一阵的，你看，又来了，很像瀑布的那个巨大的瀑布的水流声，但是它又一阵一阵的，感觉这个地形比较特别吧，然后导致这个风声就感觉好奇怪，到处都是这种。这个田埂下就是几米深的一个这个落差，看自来水，哦，没水了。感觉这个房子是
废弃了吧，没人住了。种的这个辣椒啊，贵州的话吃很多这个美食啊，通常都要蘸料、蘸水。那么蘸水通常有干辣椒啊、味精，然后盐巴、胡椒粉、葱花搅拌而成。这个这个亭子也是很久没人来做了的感觉，脏兮兮的。如果不是风吹树叶动，这个村子就像静止了一样。你看，这个树根哈，裸露出一半了。你看，应该是有人砍伐这个哈，他让他的那个塑胶哈，在这里等那个塑胶。哇，这里还打了2根钉子。你看这个被伤痕累累的这个树根，蜘蛛网结了蜘蛛网了。因为那个等塑胶的人应该有一阵时间没来了。还能摸到黏黏的。你看这树好高的，我天啊，这个路不知道通向何处。这样有人说这个日本是 E 人的天堂啊，就不爱社交的人，让我想到在乡村里面也是 E 人天堂。在这个地方你就自顾自的生活着，就是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啊。哇，这水果还野生的挺多的。你看这个是那个叫芭蕉哈，芭蕉花。那边的话是那个类似于蜜橘，那个小小的黄色的结满了枝头。突然这里就有个沟壑，还挺深的，有4-5米那么深。这有个桥，我通上去就能走到刚才那个果树边上了。看一下这种青菜、萝卜。天啊，我这走这地方要小心，如果摔下去摔晕了都没人发现我。哇，但是这倒了好多垃圾塑料袋，这个地方倒垃圾是要罚500到1000元的，所以一些村民就找一些隐秘的、不易察觉的地方倒垃圾吧。你看塑料罐，那颗就是前面说的蜜橘哈，白菜，各种水果蔬菜的。那里有个蓝色的铁皮房子，就在田埂边上。应该是储存一些农具的吧。哇天啊，这个水稻怎么青黄不接的啊？你看它，黄的黄，青的青，但是这个好奇怪啊。这户人家养鸟，这画眉，这个松球哈。这里是养了些什么鱼吗？这还有人生活着哈，晾鱼竿，养了一些乌鸡。我们看一下这个木头房子，木头阶梯通向2楼，还装了摄像头呢。挂了好多鸟笼啊，有这个闲情雅致垒着那个木头星火。朋友们，你们愿意你的家面朝的是这一片山谷吗？喜欢安静的人觉得这里是一个休养生息的好地方，喜欢热闹的人觉得这个地方可能无聊到死。这个地方风好大呀，这风没停呢。我们看一下这个村子海拔有多少，这海拔有892米呢。呜呜的风声吹个不停。结的是这个这个小番茄。天啊，这地方风太大了。这又是什么？
自一人探索贵州黔东南一个鲜有人迹的乡村。就是没有什么好菜。有，太客气了，这个已经很好了。吃有机蔬菜，然后这有机蔬菜真的有菜味，好吃。这个大姐特别客气，我都说够了，她又给我下了一点猪肉啊。蘸水。妈妈吃嘞。这是哪啊？哦。你在哪这里？家里面没有多少作品，都是给人家做的一些茶杯店这些。哦，就是主要是做茶杯店，还有什么呢？还有各种各样的，有做衣服啊什么。我在组织。哦，我接来，然后就分给其他秀娘做。那你这个帮助村里面好多人都得到就业了。对，然后我们分有不同的绣法，这个是最多的客户是来自哪里的呢？我们都是北京啊、上海啊，都有的。双针绣就是两根在一起绣的，这种绣法就是机器还不能替代。哦。而且很精致，特别精致。它像我们做的鞋子啊这些，它容易洗、容易刷的没问题。这些像这个是双针绣的。这是双针绣的。是不是会要花很多时间？对，这个双针绣就比其他绣法要花的时间要多一倍。哦，就是这手上要拿2根针，是这个意思吗？对，手上拿2根针。哇。我们做的一些鞋子啊，就是也有啊，就是年轻一点的，我们就做红色的。哇，这太好看了。它出架这些，我们就用那个红色做底。我的天，真好看。这个可以洗，可以刷都没问题的。哇，那比如说，这个也是双针绣的吗？对。那做这一只鞋要多长时间呢？这一只的话要绣2天一只。一只要2天，一双就4天。对，一双就是4天，就是8个小时为主的嘛。还是很耗时的。对。然后再加上拿去上这个鞋垫的话，鞋垫就150。哦。就是，所以这个要做自己穿。自己穿。别人，如果人家想卖的话，想买的话，你看一双鞋都700-800块钱，他也不愿意，他感觉还是挺贵的。但是自己绣才知道。他自己绣才知道付出了多少心血哈。对。会背后付出多少时间？这个是有人定制你才做，不定制的话就自己做自己穿。哇，好厉害啊，这位姐姐。这么多证书。咱们这位姐姐是咱们雷山县的这个非遗。是州级非遗传承人。州级非遗传承人。你看乡村振兴经国基地，姐呢就是有到订单了，然后呢就给村民分发出去，也带动了本地的一些就业啊，也解决了可能咱们村民一些不用出远门呢，也能找到一些活计哈。对，然后我们周边在职的绣娘，我们也都分给他们做，我们做不完，我们就分给他们做。然后有些订单要求比较高，我们就找周边在职啊，我们村的，不管是哪个村的，只要他绣得好，他会来加入我们。不同的那种绣法，然后他就可以。你就是比每个擅长的针法啊不一样，我就找就是每个人的技艺也不同嘛。如果他是擅长的双针绣啊，擅长平绣啊，这样我们就找到一些订单就给他。这搞得乱的。明白，叫因人制宜啊。大部分村民他工作一天能挣多少钱呢？就是比如说有调订单给他的话，按8小时算的话，一天也是100块左右。然后一个绣娘她也是差不多1-2个月吧，1-2个月绣下来，她因为还要忙家里面的事情啊，还要煮饭给家里，还要喂猪啊各种，然后她闲下来她就来绣，
也是7、8千。哦，2个月，差不多，那已经很不错了。1万块啊，这些都有。哇，这地方没有摩托车都不方便哦，汽车也开不进来。这位大哥说他要去看斗牛，然后刚好可以送我过去，我说那太好了。哇，坦白说，这个走路爬坡太累了，这个脚的话感觉特别紧绷，很吃力。哦，我是在村里面干管理村干部嘛。哦，原来是村干部。干了妈20多年了。哦，给乡村做出了很大贡献哦，这个奉献20年了。没办法了，为人民服务。对对对，真的多亏了有你们家的村干部，乡村才越来越好。哦，这个修路功德无量呀，简直是。现在山上都通路了。嗯。这个爬这个坡呢，才1公里，这个坡才1公里啊。是哪一年修的这个路啊？这个是75年就开始修了。1975年。对。哦，那时候就有这个公路了。这眉山县里面它还没有硬化吧？嗯。就是那个水泥路，那个泥土的，就是。喂，行就喂。哦。就是那个没有混凝土。嗯。以前就是那个烂泥巴的，就是这个土，早就在75年的时候就修通了。这个水泥路后来在13年的时候才硬化的。在眉山乡村修路最早的是我们村，通行也方便嘛。这个没有灰尘，像以前的泥巴路。像就是吹风了，就是很多灰尘的。嗯，最近这些年有什么变化吗？就变得比以前有更多的收入了啊。对对对，像现在我们村和县里面，主要的收入也靠万输务工，到广东、浙江一带、福建一带的务工。嗯，像我们村呢，就是搞一些农业、刺绣、刺绣、茶叶之类的。还有养殖，就是养猪啊、养鸡啊这些。像我们县里面主要是搞这个旅游，文化描述的文化，搞一些旅游才能。像西江那都很火了，像西江那些，人均收入都很高了。嗯，我们这是人均收入是1万1左右。哎，好像毛雨。嗯。我们现在是在丹江镇嘛，那么大哥现在开车就是送我们去到另外一个乡镇叫大潭镇，所以现在我们能看到从丹江镇啊，就是男女老少穿着盛装或者是等车，就为了前往大潭镇去欣赏可能1年1度的斗牛比赛。那眉山那里有公交车的，我当时600块钱一个月，感觉不挤了，开了好久了。啊，我开慢嘛，好开慢啊。哎，真的多亏了你啊，不然我们根本不知道这边有活动。你看，大潭镇还有2公里，就是一过那个隧道里面就是大潭镇政府了。哦。可以说雷山县的很多居民啊，都从自家开车、骑车、搭车来到这个将要举办热闹活动的场地。玉米饼，现切的黑毛猪肉串啊，10元12串，现切现烤，1元1串。你看街上好多巨牛啊！11点20分，还有40分，斗牛比赛开始。其实相比看斗牛，我更喜欢看
这些民族节日周边的一些人文啊，老百姓的一些这个娱乐生活、精神面貌。哇，这风好大，差点把这个遮阳棚都吹倒了。卖粉卖面。哦，这个我不能拍啊，要拍的话估计有观众会受不了。让我想起2年前在大凉山参加彝族年，不是在大凉山参加火把节的时候的那种比较原生态的乡间的集会盛会。相比那种很现代化的体育场里面举办的那些竞技活动，我更喜欢这种大山里面，然后乡间村寨里面的这种比较原生态的竞技场啊。大家就是早早来到这里，到处是拎着板凳卖板凳的人。我们能看到对面的锦旗啊，第1名、第2名、第3名，牛王应该是在第1名之上的。接下来到掌牌，这头牛上场了，这头还有这头，所以呢，先让其中一头进场。这个谦虚。啊，跟牛在较力的感觉。牛们从小之意啊，如此发展给张踏他们的基础线，他们上上。右边的叫掌牌，左边的叫小麻将。卖花生、瓜子、爆米花、酸奶、板凳。和国内很多少数民族地区一样啊，就女士呢通常都穿着比较传统的盛装啊，民族服饰过苗年，但是男士的话大多比较就没有这么多讲究。这种情况在很多少数民族的年里面都在发生。喇叭里正在播报啊，我们严禁斗牛比赛的场外赌博行为，文明观赛。炒饭、炒粉、炒面、凉拌粉面、米豆腐、肉末粉、辣鸡粉、香菇肉丝粉。这一头叫千户战队。这里这个严禁赌博，看来以往发生过因为这个斗牛赌博而起的纠纷吧，应该是。这是一个原本一个小山坡的挖了一个大坑啊，像一个田径场那么大，篮球场那么大。之前我在大凉山那边看斗牛赛，我完全听不懂，因为说的是彝语。那么在这个地方呢，他们的方言好像能听懂一点点。所以挺感谢刚才载我过来那名大哥的，在他家吃了一顿饭，他还送我过来了。